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赵丽颖一天连登热搜，一边被夸赞封神，一边却遭狂批。赵丽颖在《酱园弄》中饰演民国才女苏青，法庭戏爆发力十足，依据不要屈服，不要让他们得逞震撼人心。短发造型暗藏女性生存智慧，争议与高光并存，或将再次刷新演技巅峰。家人们谁懂啊？酱园弄从立项就自带热搜体质。民国4大奇案改编，陈可辛当导演，这配置想不火都难。最近第2部预告一放出来，赵丽颖演的西林直接把热搜榜干爆了，这角色全程跟着案子走，戏份重的离谱，想不被讨论都不可能。赵丽颖这次演的西林，原型可是民国大才女苏青，放现在妥妥是大女主剧本。1942年就敢离婚，还在报纸上写论离婚，把旧社会婚姻那点破事全都搂出来了。当年儋州市杀夫案闹得满城风雨，苏青直接连发几篇文章，把受害者被家暴的惨状全给扒开了。电影里赵丽颖演的西林，把苏青的文人气质和搞事业的精明劲儿全揉一块儿了。最绝的是造型设计，赵丽颖戏里顶着大波浪假发，实际上是当时不被待见的短发。这假发哪是头发啊？分明是那个时代女性的生存智慧，想反抗又的藏着锋芒，用大家能接受的样子，偷偷给其他姐妹撑腰。要说这次热搜爆点，还得是赵丽颖和章子怡的法庭对手戏。短短几十秒视频，评论区直接吵翻了天。有人疯狂夸她台词爆发力强，那句不要屈服，不要让他们得逞一喊出来，鸡皮疙瘩都起来了。这哪是演戏，分明是把苏青当年为女性发声的狠劲儿全演活了。但吐槽声也不少，有人说她断句像背课文，知法犯法屈打成招，这句听得直皱眉，还质疑这哪像个记者，文气都没了。马上就有网友回怼，那个年代知识分子说话就这样，煽动性强，字字砸心，不然怎么唤醒群众？双引号，细想还真是。翻翻老照片，民国街头演讲的进步青年，哪个不是扯着嗓子喊口号？再看赵丽颖之前的作品，幸福到万家里打官司的农村妇女，风吹半夏里据理力争的女老板，同样是法庭戏，声线神态完全不一样。说她不会演戏，先看看这些角色反差再说。不得不说赵丽颖这转型太绝了，从新《还珠格格》的晴儿，到知否的盛明兰，再到风吹半夏的许半夏，哪个角色撞型了？2024年更是开挂，百花奖、飞天奖拿到手软，亚洲电影大奖都收入囊中。这成绩，黑粉看了都得闭嘴吧。西林这角色确实埋着雷，听说电影把苏青的高光分给了男角色，要是最后没帮女主翻案，这人设不得被骂惨。但转念一想，有赵丽颖在，说不定能把争议演成惊喜。当年幸福到万家开播，也有人说她演农村妇女不够土，结果呢？直接成了口碑爆款。现在赵丽颖的路人缘有多顶？乔妍的心事这种文艺片票房都能打。反观内娱某些演员，演一部扑一部，对比简直不要太惨烈。那些吐槽赵丽颖台词的，等电影上映完整看完再评价不行吗？陈可辛都认可的表演，不比键盘侠专业。赵丽颖再次成为微博热搜的常驻嘉宾，这次却是以一种极具反差感的方式出现，一边被全网点赞封神，一边却遭到部分网友猛烈批评。同一天内，褒贬齐飞，掌声与争议并存。这种两极化现象，让人不禁感慨，一个公众人物究竟该如何在万众瞩目的聚光灯下前行？赵丽颖，这位在演艺圈摸爬滚打10几年的女演员，为何会陷入如此爱极生恨极的舆论场？这次事件的起因可以追溯到2件看似毫不相关的事情。其一是赵丽颖在某品牌活动中一身东方古典造型惊艳亮相，被媒体称为东方美神降临。照片一出，
瞬间引爆话题，网友纷纷夸赞她状态在线、气质绝美，赵丽颖封神，古风造型天花板等词条迅速霸榜热搜。与此同时，酱园弄剧组某相关人士匿名爆料，赵丽颖在片场不配合，台词不过关，戏份被迫删减，这些负面内容也迅速登上热搜榜，甚至有营销号推波助澜，断章取义地把赵丽颖描绘成一个演技拖后腿的问题艺人。一正一反之间，网友分为两派，场面一度非常混乱。但如果我们冷静下来去看，会发现这其实是当下舆论环境的一种典型体现。赵丽颖并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在褒贬切换中被架上舆论高台的人。如今的信息传播速度太快，网友的情绪也极易被带动。一张高清美图可能立刻激起国风审美的狂热，而一句片面爆料又会引发演技争议的口水战。赵丽颖的人气、流量、话题度，恰恰使她成为这种高强度讨论的最佳对象。从粉丝角度来看，这种极端评价当然令人难以接受。他们陪伴赵丽颖一路走来，深知她从底层逆袭的不易，也见证了她在每一个角色中倾注的努力。从陆贞传奇到花千骨，从知否知否到风吹半夏，赵丽颖从未将自己定位为所谓花瓶，她的每一部作品都力图突破自己。而今她开始挑战电影，挑战更复杂的角色，哪怕过程中遇到质疑、被误解，也都是她不断拓宽边界的代价。而从路人或媒体角度看，这样的争议也许是流量规律的自然产物。当一个人站得越高，身上背负的期望值就越大。一旦某一表现未达预期，批评自然也会随之而来。只不过在赵丽颖这里，这种批评往往来得更快、更猛烈，因为她代表的是某种努力型女演员的范本。她不依赖背景，不靠炒作，全靠一步一步稳扎稳打获得今天的地位。这样的形象本身就是容易被抬高的神话。一旦神话出现裂痕，一部分人反而会有意去打破，从而形成一种极端的舆论心理落差。当然，也不能忽视在这个过程中，部分营销号与自媒体的火上浇油。他们擅长抓住热点制造对立，炒作矛盾，为了博眼球、赚流量，无所不用其极。赵丽颖的名字、情绪化的词语、一点捕风捉影的内幕，就足够让他们生成十几条爆款内容。更何况她现在正处于电影转型期，本就自带争议性，更容易成为流量漩涡中心。这时候的每一句话、每一张照片、每一帧镜头，都可能被无限放大、解读，甚至扭曲。面对这样的热搜风暴，赵丽颖选择的依旧是沉默。她没有回应质疑，也没有借夸赞自吹自擂，而是继续拍戏，继续投入到自己的角色中。她的低调一如既往，却也正是这种沉稳的态度，让她能在娱乐圈动荡10多年依然屹立不倒。她深知，演员最终是靠作品说话，而不是靠一时的热搜或者网络喧嚣来定义。这一次的双热搜事件，既是对赵丽颖形象的再次塑造，也是一面照出公众心里的镜子。我们在围观她的被赞与被骂的同时，其实也在不断问自己，我们到底希望看到怎样的女演员？我们是否真的愿意给演员成长的空间，而不是用一次波动就葛冠定论？在娱乐工业日趋成熟的今天，是否该让演员尝试失败的权利变得合理而被包容？赵丽颖正在走一条不那么容易的路。她从偶像剧女主走向现实主义题材，再从电视剧转战电影圈，这本身就需要极大的勇气和心理建设。不是所有演员都愿意跳出舒适圈，因为太多失败的例子说明，这样的尝试有可能得不偿失。但赵丽颖愿意做这个先行者，她选择相信时间和作品能够沉淀出真正的力量。而作为观众，我们需要做的是在掌声中保持冷静，在争议中保持理性，在赵丽颖好美、赵丽颖不配的极端言论之间，找到一个温和的中间地带，那是对一个演员最真实、最有建设性的回馈。
我们不应当只是被标题吸引的点击机器，而应当成为有判断力的文化消费者，既能欣赏演员的闪光点，也能理解他们的努力与不完美。亲爱的观众们，如果你曾因赵丽颖饰演的某个角色落泪，因她在综艺节目中朴实的样子感到亲切，或是因她一句台词被击中内心，那么现在，请你也用同样的心态来看待她被误解的时刻。别让一时的舆论左右了你的认知，因为真正的演员从来不是靠热搜来定义的。赵丽颖或许不是最完美的女演员，但她一定是最值得尊敬的那一类。她没有背景，没有靠山，靠着无数次默默付出和反复打磨，才一步步走到今天。热搜可以一天上2次，评价可以褒贬不一，但她始终坚定地走在自己的路上。而她的这份坚定，也正是她能一次次在纷杂中脱颖而出的原因。未来还会有更多的角色，更多的尝试，更多的风波。但赵丽颖已经学会了如何与世界温柔相处，也学会了如何以不争之心应对万象纷扰。作为观众，我们期待的不应只是热搜，而是她以沉默换来的角色沉淀，是她用心打磨出来的每一个作品，是她不断成长后的某天，再一次惊艳所有人的时刻。让我们一起期待那一刻的到来，而不是把目光停留在一时的喧嚣与评判中。因为真正的好演员，值得更长久的时间与信任来见证。王一博放话要兑现承诺，粉丝连夜备粮，全网沸腾。王一博兑现承诺，演唱会或于8至10月举办，粉丝热切期待他重回舞台，地点可能选在杭州或上海。尽管工作繁忙，但以他一诺千金的性格，这场演唱会终将到来。一诺千金，承诺终会兑现。还记得当年的热播剧《追风者》吗？播出效果很好，王一博当时说过，数据达标就会开演唱会来感谢大家。开始只觉得他说的是玩笑话，没想到还真有实现的一天。这件事还没确定，目前只在粉丝的小圈子里传播，有可能定在8至10月。至于地点，杭州、上海出现频次较多。不过，博粉心中对他这个承诺还是很期待兑现的。我看网上有一些人表示，他们在默默备粮，时刻准备迎接王一博重回舞台。了解过王一博这个人的网友都知道，他本身就是一个很遵守承诺的人，只要是他说过的事，10有8九都会说到做到。对于这一点，他拍剧的同事和赛车的同事都可以证明。现在有许多小道消息都说王一博要开演唱会了，虽然如此，这次还得官方的表态，若是没有，这一切都还是待定的状态。毕竟，演唱会这个事情涉及范围很广，巡演的场地、艺人档期和演唱曲目都需要先制定，若都制定好后，还要去审批，一套下来还是要一点时间的。不过，这些都是后话。王一博还在海外路探索新境2，人鱼也在准备着。还有他10月份那个赛车比赛，王一博对赛车的喜爱有目共睹，以他的性格铁定是要去参加的。所以，他应该没那么多精力，一下子接那么多工作。不过也不需要担心，既然他承诺过，那这个演唱会大概率是会办起来的。多久办只是时间问题。那么，你对王一博开演唱会这个事情有什么看法呢？欢迎评论留言交流讨论。在这个快节奏的娱乐时代里，艺人与粉丝之间的关系正在经历一场悄然转变，早已不是单纯的追星与被追的关系，而是一种共鸣，一种情感，一种双向奔赴的力量。而王一博作为当下华语娱乐圈极具影响力的青年代表人物之一，每一次发声，每一次举动，不仅是舆论的焦点，更牵动着无数人的心。这一次，他轻描淡写地说出兑现承诺的话语，却像一颗深水炸弹，在粉丝圈内迅速扩散，连夜备粮，全网集结，一场席卷情感与期待的热潮悄然爆发。所谓承诺，在饭圈文化中，并非只是一句简单的语言，
它往往承载着粉丝与偶像之间长期累积的情感张力与精神连接。尤其是王一博这样少言寡语但极度有行动力的艺人，他的承诺总是言出必行，所以哪怕只是一句含蓄的表达，也足以让粉丝警觉到有什么大事将要发生。这一次，正因为他的话语未明，却态度笃定，于是粉丝们迅速反应，不等官宣，不问细节，便已自发开启粮草预备模式，准备应援图，整理视频素材，清空手机内存，提前排好时间档，号召全体上线，一切都透露着一个信号：无条件信任。这种连夜备粮的现象，表面上看是一种应激式的情绪反应，但实际上却是一种高度凝聚的文化现象。王一博的粉丝群体早已不是以传统追星标准来运作，而更像是一支成熟有序的战队，有前线输出，有后方宣传，有组织策划，有技术支持，甚至还有情绪疏导小组。而这样一支战队，早已将等待兑现承诺作为日常信仰的一部分。不是因为他们盲目，而是因为他们相信，一个不说废话，不做无谓炒作的偶像，他的承诺绝不会轻易出口，而一旦出口，势必惊喜不断。回顾王一博过去几年间的承诺兑现史，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青年艺人如何一步步用实际行动建立起说到做到的人设。从舞台上的一言为定，到剧组拍摄时不用替身的坚持，从公益承诺的低调执行，到对作品品质的死磕到底，他从不轻许诺言，但一旦说出，必定全力以赴。他的粉丝也在一次次等待兑现中，学会了耐心，学会了尊重，学会了信任。而这一次，尽管我们尚不知这份承诺具体指向何方，是新作品的发布，是线下活动的惊喜，是某项公益计划的推进，亦或是粉丝许久期盼的老愿望终于实现。但无论哪一种，大家都明白，它不会让人失望。值得一提的是，王一博的兑现承诺行为，不只是对粉丝的一种回馈，更是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整个娱乐圈的价值观。在一个说得比做得多、炒作多过实际的环境中，他用沉默和结果证明，话可以少，但是必须做得漂亮。这是一种职业精神，也是一种人格魅力的展现。正因如此，粉丝才会无条件的备粮、等待、奔赴，因为他们不是在等一句敷衍的回应，而是在等一个值得托付的结果。如今，随着网络舆论不断发酵，这句兑现承诺的话也引发了更多圈层的关注。不仅是粉丝，甚至路人、媒体、合作方也开始揣测与期待。各大平台的数据曲线开始上升，相关关键词搜索量激增，甚至有品牌提前开始预热蹭热度。可见这句简单的话语所激起的波澜之深、之广。而这种现象的本质，其实是一种共情效应的放大反应。在碎片化的信息中，真诚就是稀缺资源，而王一博的真诚，是大家愿意跟随和守候的理由。我们不妨想得更深一些，为什么粉丝们愿意为一句话连夜备粮？除了偶像个人魅力之外，更重要的是，这种行为背后是信仰与情感依赖的深层映射。在这个充满不确定与快餐文化的时代，人们需要某种精神锚点，需要一个可以相信的人。而王一博用他的沉稳、努力和坚持，成为了这样一个锚点。他不是说的最多的那个人，但却是做到最多的那个人。他不是最喧闹的存在，却是最让人安心的存在。在过去的很多节点中，我们也都见证过类似的承诺兑现时刻。他说要唱新歌，就真的写了歌，进了棚。他说要演好戏，就认真钻研角色，闭关拍戏。他说要挑战新领域，就勇敢踏入纪录片，探索冒险。他的每一步都是对自己、对观众、对粉丝的负责。尤其是那些需要长时间打磨的项目，从未因为外界催促而仓促推出。这种对质量的坚持，也正是粉丝愿意等待、甘愿配合节奏的底气来源。而在这场备粮风暴中，
我们也看到粉丝群体的另一面：理智、团结、有序，不内耗。他们懂得节制宣传节奏，也懂得照顾圈外观感。他们不搞无脑控评，却用作品说话。他们不沉迷在争榜与互撕中，而是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实际行动中。这种由偶像引导出的圈层生态优化，也是王一博独有的粉丝文化成果。每一次承诺兑现前的等待，都是一次粉圈的集体修炼；每一次兑现之后的反馈，都是一次彼此价值观的双向肯定。说到底，王一博的兑现承诺，从来都不只是个人行为，它是一场关于信任、真诚与成长的实践课。他的每一次亮相，都是用作品说话；他的每一次努力，都是给所有人看的榜样。他让我们看到，哪怕身处流量浪潮中心，也依然可以保持自我，坚守初心。而这种从不善言辞中透出的坚定态度，恰恰就是当下娱乐环境中最稀缺的品质之一。而今，当兑现承诺成为全网热词，不管这场热潮背后是什么内容，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王一博与粉丝之间那份我说了，你就信，我做了，你就等的默契与情感，已经在这个时代留下了属于他们的独特印记。这不仅是一种陪伴关系，更是一种互相赋能的关系。他兑现承诺，粉丝守望相助；粉丝坚定支持，他无惧前行。这种正向循环，才是一个真正良性的艺人与受众的样本。最后，也想对所有等待中的粉丝说一句话：你们的备粮不会白费，你们的期待也终将兑现。因为你们追随的，不是一个靠包装堆砌出来的幻象，而是一个始终用实际行动回应爱与信任的青年。无论未来他兑现的是哪一份承诺，这一切都值得，也终将不负所望。风起云涌的等待时光终会迎来揭晓时刻，而我们也将继续见证那些看似悄无声息的付出，如何在某一天突然绽放最亮的光。王一博一直在用行动回应世界，而你们也一直是他最坚实的后盾。准备好了吗？这一次属于我们的承诺又要实现了。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